这瓶绿茶化妆水呢，我先说结论，我会回购，而且我会买大瓶的。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混油肌或者是油肌的话，如果你是轻熟龄肌啊，真的可以买，用来保养身体，我觉得投资很值得。Hello， 我是薛玲六。今天呢，跟你们分享什么主题呢？那就是我在 iHerb， 没错，我在5月8号收到这个包裹以后，我持续用到就是现在7月8号2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完整用2个月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我在上面买的保养品的心得。那我当然呢，一样还是有再度小小回购一下，就是保健食品，但是主要呢是针对保养品，就是像眼膜啊、乳液还有化妆水。如果呢你跟我一样是混合肌偏油的皮肤，那你想找一些比较平价的保养品的话，或者呢是你想看我 iHerb 的开箱，今天这支影片呢绝对不要错过哦。那因为这支影片我已经拍第2次，我第一次竟然完全没有收音，我的麦克风没有收音到，对，所以我又再度录了第2次，请大家务必把影片看完，就看在我又努力录了第2次的份上。好，那影片就马上开始咯。影片开始之前，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追踪我的 IG 哦。首先呢，保养品的部分，我想先从最简单的部分开始来好了，就是关于化妆水。哒哒，这2瓶化妆水，一瓶比较小，这个呢是绿茶的化妆水，这瓶呢是3合1茶树金缕梅香的化妆水。这2瓶化妆水呢，你别看这瓶这么小，这个绿茶的化妆水，这瓶呢，当初我看到我想买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感觉还蛮适合像我这种混油肌的人使用，它里面没有任何香料，使用起来呢，我觉得使用感觉非常的好。重点呢，就是因为它说明栏的地方有特别叙述一句话，就是特别适合敏感肌肤。那我会认为保养品只要附上这句话，我就认为它是一个还蛮温和的保养品。因为像我皮肤其实有时候在换季或者天气太热的状态下，我就是皮肤很容易痒。保养品呢，如果是可以给敏感肌或敏弱肌使用的话，我都会蛮心动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先买这瓶小小一瓶，就是试用瓶的概念来买。这瓶绿茶化妆水呢，我先说结论，我会回购，而且我会买大瓶的。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混油肌或者是油肌的话，这一瓶化妆水会比等一下我要分享这瓶茶树金缕梅香3合1，我个人感受我是更喜欢它的。这瓶呢，因为已经用完了，没办法给大家看质地，但基本上呢，它倒出来感觉就是很像水，非常的水状，你会觉得好像在擦水在脸上，擦完以后你可以感觉到皮肤是有保湿度的哦，但是它是清爽的。没错，它用在脸上后吸收完毕后，它是清爽的，非常适合像我这种混油肌或是油肌的你使用，感觉我非常的喜欢。然后在第2瓶呢，就是我刚刚前面介绍的3合1茶树金缕梅香的化妆水。我觉得茶树对于我们这种混油肌非常的需要，尤其在夏天的时候。那这瓶呢，它本身是含有维生素 B3， 也就是呢，它有提亮、清洁还有均匀肤色的效果。重点是它的说明里面又附了一句话，写说无致痘性，不会堵塞毛孔。对我来说，看到了关键字，我对于买产品如果看到一些关键字的时候，我就会很心动。那茶树这一瓶呢，它本身带有一种淡淡的香味，虽然它的品名呢有写茶树金缕梅香，不过我个人觉得茶树这一块，我目前使用下来我是没有闻到茶树的味道啦，就是我说我个人感觉，或许我鼻子比较不好，你们使用看看再跟我说。它感觉是透明的状态，可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点颜色，就有点偏绿吧，不知道一点点，非常的浅。基本上呢也是一个很水状。我原本最早期呢是把它倒在手上往脸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往脸拍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会产生很像是泡沫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倒在化妆棉上然后用擦拭的感觉比直接倒在手上用手拍的感觉来好。它的保湿度还蛮高的，就是比这瓶绿茶化妆水的保湿度来得高。这瓶呢也是蛮适合混合肌使用，虽然它里面呢是写出它是无油成分，可是我觉得它比较不适合就是重复堆叠在脸上。你如果重复擦拭或重复拍打在脸上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脸上那一块就是会比较
也不能说油腻耶，我说不上来的感觉，就是它的清爽度，就是没有绿茶这一瓶清爽度来得高。就是早上起来你觉得你的脸比较干，然后但是你又需要化妆的时候，掉一点保湿感的话，我觉得这瓶茶树金缕梅香的化妆水呢，就还蛮适合的哦。那再下一个呢，就是黑珍珠眼膜。我之前呢，在上一部影片我有分享过，是金箔眼膜，就黄金的那一款。那这2个眼膜呢，我个人都对。怎么会这么好用啊？敷在眼下，保湿度超级有感，敷完后整个眼下的状态、保水度还有明亮度的提升，我都很喜欢。我除了敷在就是眼睛下面以外，像这个法令纹的地方，还有额头这一块，另外把它这样拿下来贴，就说脸上大概会粘个5块之类的，而且它只要10分钟。就是如果我要化妆前，皮肤就是比较干燥，感觉比较不吃妆的话，急敷在我的眼下啊、法令纹啊、额头这一块，我觉得撕下后再进行化妆的步骤，我都会觉得我的妆感觉特别服帖耶。特别喜欢这个眼膜，就是我之前有讲到过的原因。整体的续航力，我个人感觉很明显。它是真的，你撕掉后眼睛下面是水润的，而且也是我会再回购的。接下来介绍最后一个，那我当初买这个乳液呢，本来是想要擦在脸上的，可是后来收到，你们可以看它的面积，就是其实还蛮大罐的，这个体积的大小，我觉得应该就是个身体乳。它是视黄醇高级紧致霜。那我就很可惜的是，我现在看网页，它竟然缺货了耶！它有写说到8月7号会重新上架，大家一定要去买，真的，我觉得很好用。就是我用起来，我感觉我很喜欢。它的质地虽然厚，推开来的感觉延展性很高，而且保湿度真的很好。它是我难得觉得在夏天我还愿意用的乳液，它抹在手上、身体、脖子上等等，我觉得它吸收速度很快。为什么我会推荐你们要买这个乳液？那是因为我觉得我用在身体的感觉，我觉得很明显。我觉得身体的保湿度跟明亮度真的有明显的改变，就是感觉又比较滑嫩，就是也比较好摸。因为基本上我是真的每天都在使用它哦。说明栏强调新生与逆龄，就是这2个关键字，对，又再度打动了我。视黄醇高级紧雅霜含天然成分，我前面是把它叫错，我是一直叫紧致霜，它是视黄醇高级紧雅霜。其实我有偷试用在脸上，不过我使用的面积很小，就是大概挤一下下，轻微的挤一点点，在手抹匀，然后就这样推。然后用在脸上，我觉得感觉也不会刺激，就是还算是蛮温和的。目前用量我是不敢太多，因为它毕竟它的质地比较厚，我不知道用在脸上会不会太造成负担。可是目前呢，使用在身体上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如果是轻熟龄肌啊，真的可以买用来保养身体，我觉得投资很值得。就之前其实开价我会买像妮维雅或是凡士林等等，可是我用起来，我目前是比较喜欢它耶，出乎意料。我是喜欢这瓶的，就这瓶用完我是会再回购下一次的。分享2个保健食品，一个呢是钙镁锌，然后一个呢是维他命 C。那钙镁锌我之前其实已经有买过，之前我买那个品牌呢，它是圆形比较大颗的。那这次我买这一个呢，它的定状呢是比较偏向椭圆形。椭圆形跟圆形比起来，我觉得椭圆形好像比较好吞。上次那个圆形我个人觉得有点偏大颗，这个椭圆形我是能接受的。如果平常比较没有在晒太阳的话，你可以购买像这种很有D3成分，我觉得也可以帮助吸收哦。然后最后呢，维他命 C。那这个维他命 C 呢，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是写素食。那其实我不太知道，就是素食的维他命有什么差别，就是我不知道原来还有分素食这一块。但我只是觉得纯粹好奇，我就把它买回来了。它是胶囊，跟我们一般认知的口含锭不太一样，它是胶囊，然后直接吞水喝的，本身也没有什么味道，就闻起来有淡淡的甜味而已。好咯，那以上就是我这次 iHerb 的分享心得，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最喜欢我今天分享的哪样保养品呢？如果喜欢把影片分享出去，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哦，拜拜。